我活着就是个笑话。皇上，三皇子就是因为这株花过敏，才险些丧命。这花只有苏贵人的院子里才有，求皇上一定要为三皇子做主啊！大胆苏氏，竟敢谋害皇子！来人，打入冷宫！皇上，臣妾没有谋害三皇子，是沈贵妃她诬陷我，因为我撞见沈贵妃和太医了。苏氏，谋害皇嗣乃是重罪，皇上只是把你打入冷宫而已，已是莫大的隆恩。还敢胡言胡语！来人，给我打！得罪了贵妃，来了这冷宫，也没有我的活路了。来来来，大家这里看，这就是古代嫔妃的冷宫。大家看到那图片了没？很多古代这是哪儿？受不了冷宫的待遇，就会选择在这里跳级。这里的男子来，竟都剃了发！见啊！天啊，他们怎么穿这么短？姐姐，你也喜欢 cosplay 啊 ？Yes， 找到头号了。cosplay 啊？什么叫 cosplay？ 就是变装啊！你这身衣裳不就是 cosplay 大夏朝的嫔妃吗？你长得真美，宫斗起来一定不输甄嬛。看来我是误入了意识。甄嬛，她宫斗很厉害吗？啊？你不会都没看过《甄嬛传》吧？就这个，来，你看，宫斗天花板，从秀女到万人之上的太后。以梅园出狱，抱回碎玉轩，安小鸟得宠，甄嬛小产，婉婉泪起，甄嬛回宫。不愧是宫斗天花板，我若借鉴甄嬛的宫斗智慧，何愁斗不了沈贵妃？怎么样，好看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最喜欢看宫斗的小说和电视剧了。想当初我是一口气看完了9981部，那些宫斗技巧全都烂熟于心。要是我穿越了，绝对能成为一朝之主。9981部，还有其他的宫斗小说？当然了，多着呢。走，我带你看。那这些全都是宫斗小说。长官，长官，小姐姐，我们入戏太深了，应该叫老板。哦，老板，我要买下你这里全部的宫斗小说。全部？全部。那我算个账啊，我们库存有200本，算您29一本，一共是5800。您微信还是支付宝？微信、支付宝，那是什么？这个够不够？小姐姐，下次出门记得带钱啊！你那么大块金子，买这些书太亏了。有了这些，我定能报沈贵妃之仇，在后宫混得如鱼得水。不亏，你真特别啊！相遇即是缘分，这瓶香水送给你，这是我研发的新香，特别好闻，能招蝴蝶。谢谢妹妹。啊，不谢，拜拜。这书真就放在这里，不用送回上门？不用，待会儿我自有办法弄回去。嘿嘿。上天垂怜，竟给了我一次连通意识的机会，这次我必要好好活着。小主啊，小主，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我还以为我寻了短见。小主，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
原来的苏若曦已经死了。啊？什么？我现在是钮祜禄苏若曦。钮什么祜？钮祜禄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快，帮我把这些书籍搬进去。这些天我要闭关读书，谁也不许来打扰我。闭关读书，小主该不会被沈贵妃吓傻了吧？哟，这不是冷宫弃妃苏小主吗？竟还有脸活着呀？你这种沈贵妃的走狗都有脸活着，我为何不能？你个苏氏，沦落到这步田地了，还敢骂我？你给我掌他的嘴！我看谁敢！就算我如今住在冷宫，但好歹也是个主子，皇上生平最重尊卑，你这是在以下犯上！没用的东西！苏氏，现如今你得罪了贵妃，又身在这暗无天日的冷宫，还把自己当主子，我捏死你，如同捏死蚂蚁一般简单。哦，这是你这个月的例。张公公，这都是些废炭，生火煮饭都点不着，如何能用？我们家小主还不是要饿死在这里？哟，这奴才可就管不着了。苏小主若是放不下自己的身段的话，那就只好饿死在这里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，小主？要不奴婢去求求张公公，我们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烧。第52场，冷宫走水，一腔真心撼地狱。彩云，想不想搬出冷宫？想不想要银炭？自然是想的。那就一把火将这烧了。啊！快救火呀！快救火呀！那边什么情况？不好了，皇上，骆玉轩走水了。骆玉轩？启禀皇上，骆玉轩是冷宫，苏贵人住在哪？走，我去看看。救火！救火！主子不可，你现在冲进去会没命的。不行，我的珠钗还在里面。皇上危险呐！还不快救人！皇上，真的是你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是朕赏赐的珠钗，一只普通的珠钗而已，你何故豁出性命？这对臣妾来说是一切。皇上，自打小主搬来冷宫，多遭冷眼，在这冷宫，甚至连一块烧火做饭的炭火都没有，全靠这只珠钗，全靠对皇上的念想活着。大的胆子！何人敢克扣苏贵人的用度？不录，彻查此事，涉事宫人一律严惩不贷。奴才遵旨。有喜不怕，朕在。今生已不再寻觅逝去的容颜，叹息冷清花影。皇上当场把他抱走了。怎么可能？从来就没有嫔妃住了冷宫还能出来的！翠嘴，打烂他的！不，把他给本宫杀了！娘娘，你冷静些。苏贱人那日亲眼看见本宫和温太医，如今他复仇，本宫如何冷静？杀了，速速杀了！娘娘，苏贵人是因为您和三皇子才进的冷宫，她如今就是在皇上面前吹枕边风，皇上也只会以为是在攀咬。况且。他也没有复仇，没有复仇，不知为何，
昨天皇上报喜他后，他自诩罪孽深重，并没有回以前的院子，而是住进了冷宫旁边的芙蓉轩。他约莫是怕了本宫，不敢负宠。不过留着他，终究是个祸害。等过阵子皇上把他忘了，我们是娘娘。都检查仔细了，但凡有一点被烧坏的痕迹，全部换成新的。太好了，这下小主不用挨饿了。可是小主昨夜为何不跟皇上一起走呢？小主昨夜明明可以复宠的。复什么宠？贵妃虎视眈眈，而我也没有调整到最完美的状态。此时此刻，应该猥琐发育。什么猥琐？小主您一点也不猥琐。彩云，帮我把皇上赏赐的金饰全部打包起来，我有用。是，小主。我若真跟皇上走了，又怎么用洛玉轩这口井连通古今？一共3455克，合计人民币2584340元。成交。成交。美女，你这脸一看就是扛了风受了冻啊。不过没事，我们这里医美设备都是最先进的，保证让你1个月内焕发第二春。成交。哥哥，我来陪你了。你就是这儿的萧冠？怎么是个女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走错了。哎，你没走错，是我点的你。没想到小美女还有这种癖好。我是来拜师的。你想学什么？学取悦男人，继而得到一切。这就受不了了。那你还怎么取悦男人？哎呀，来，让我看看你。腰骨纤细，万白肤红。美女，只要你稍加学习勾人之术，就算是万人之上的君王，也要为你神魂颠倒。缓缓一鸟楚宫腰，拼了！小主，您这供奉的是哪路神仙？奴婢从未见过。你不懂，他若成仙，当位列所有仙班之首，以后每日需为他祈福添香，万不可忘了。是。奴婢近日都看在眼里。自从娘娘敬奉了那位真神女后，这2个月一日比一日好看，就连奴婢都挪不开眼。特别是用了那些奇物之后，这世上再难得有您这样的美人，皇上见了怕是要犯相思病的。贵妃又来下毒，已经是这个月第8次了。若非有此神，小主您怕是早已死于非命。不行，我要去给小主讨个公道。你这样能讨到什么公道？可是，贵妃这是料定皇上已然忘记小主，这是要斩草除根呢。皇上忘记我，恐怕又让他失望了。也到了该检验成果的时候。彩云，拿我的香水来。是。《甄嬛传》第34集，蝴蝶复宠，直击君心。爱妃怎么一动不动？
一声不吭，像条死鱼。我可是宫中女诫书，为避免龙颜有损，侍寝当三缄其口，不得孟浪动弹。啊！皇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是臣妾伺候的不好吗？朕去御花园散散心。臣妾陪着皇上。皇上您看，好漂亮的蝴蝶。这蝴蝶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了，跟上去看看。此女莫不是花神下凡？这又是哪个狐妹子，在这里勾引皇上？大胆奴才，闭嘴！真心祝福吾皇得善终庇佑，平安喜乐。戏女愿一生吃素，孤独终老。这后宫之中竟有人如此爱朕，甚至不惜孤独终老。你是何人？过来说话。皇上莫过来，臣妾在御花园跪了3个时辰，鞋袜俱湿，实在失德，无颜面君。臣妾，你是朕的女人，竟为朕祈福，长跪3个时辰，快给朕看看。皇上，你这凝脂般的小手，何苦动得这样冰冷？真不知后宫中竟有这般遮邪美人。皇上，2月不见，您竟是把臣妾忘了。苏贵人，朕早该想到是你了。2月前，你为救朕赐下的珠钗，不惜跳入险些丧命，如今又在这为朕祈福，长跪3个时辰。这莫大的后宫，也只有你如此一心为朕。苏贵人，这贱人是个妖怪吧？毒了8次都没毒死，而且容貌比之前更甚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皇上，臣妾也可以为你。福禄，苏小主身体不便，不宜走动，传朕递撵来。啊，是。怦然一回望，昨日如风，当时的朦胧依然还在心房中跳动。猛然间对望，心人如梦，任流年匆匆，一笑。可惜你好香啊，就连蝴蝶都为你倾倒。皇上，万物皆有灵，臣妾为皇上沐浴焚香数10日，他们是为臣妾而来，也是为皇上而来。你跪了许久，朕去宣太医给你看看。皇上不要走，臣妾不需要太医，只要皇上陪着就好。臣妾好想皇上。怪朕没去看。臣妾不怪皇上，皇上国事操劳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今夜皇上能不能只当臣妾一个人的夫君？柳妃传第36集，再高高在上的君王，也扛不住女子在床地之间娇滴滴的一声夫君。爱妃身子依旧淡漠，但怎的？皇上，您日理万机，辛苦了，让臣妾伺候你。怎么样？娘娘，皇上他宿在了芙蓉轩，里面貌似传来侍寝的声响。娘娘，苏贵人重新承宠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呀？你们有所不知，皇上近来积劳成疾，内访毫无兴致，
这苏建仁一来便把皇上往床上勾引，等着，不出1刻钟，皇上便会离开。原来如此啊，那苏建仁费尽心思，想不到也是一场空。怎么样，皇上走了吗？娘娘，皇上叫水了。什么？娘娘，皇上那方面久未尽兴，遇到新鲜的人，尽兴一次也正常。哼，也是。皇上昨夜又宿在了芙蓉轩。娘娘，你不能再叫苏贵人了，皇上已经下旨封她为昭仪。从贵人到昭仪，连跳3级他也配？不行，这苏建仁留不得了。退嘴！奴婢在。芙蓉轩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娘娘，万事已准备妥帖。好，叫上皇后和安嫔他们，咱们一起去芙蓉轩送苏昭仪上路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和贵妃娘娘等一众娘娘求见。叫他们滚！臣妾有事要求见。皇上，贵妃有要事，莫要耽误了。进来。贵妃，你最好有钥匙，不然朕要你好看。皇上，臣妾要告发苏昭仪，给皇上下药，狐媚惑主，罪不容诛。《甄嬛传》第62集，瓜六告发熹贵妃私通经典名臣来了。臣妾要告发苏昭仪，给皇上下药，狐媚惑主，罪不容诛。说什么？宫规森严，沈贵妃不可信口说话。臣妾所言句句属实，如有半句虚言，天打五雷轰！你既告发苏昭仪给皇上下药，那你说说，下的是什么药？媚药。皇上，臣妾没有。皇上日夜操劳国事，向来清心寡欲。自昭仪妹妹复仇，的确日入迷，想来竟是有缘由。安嫔说的没错，皇上清心寡欲10几年，突然在苏昭仪这里就重欲起来，一定是你下了药，你该当何罪？朕这段时日的确过于血腥，莫非苏昭仪，你有何话？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主子爱您爱到骨子里，您随意赏赐的一只珠钗，主子拼了命也要闯到火海里去救。为了给皇上祈福，主子吃斋念佛，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，在地上一跪就是3、4个时辰。皇上，主子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皇上，又怎么会谋害皇上呢？是啊，昭仪对朕的爱慕之情，朕都知晓，不会害朕。皇上，苏妹妹对皇上的爱，当真是感天动地，想必是得到了上天的庇佑，才得以让皇上夜夜流连。这皇后看似在帮我说话，实则在提醒皇上，除非老天开眼，否则她不可能突然对我重用。老天爷怎么会庇佑他这种祸国殃民的贱人？皇上，苏昭仪之前对您所做的种种，都是演戏给您看，她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您放松警惕，好一步步蚕食您的身体啊！皇上，下没下药，一搜便知。来人，搜宫！皇上，难道您也不信若曦吗？您这一搜，臣妾就很难在后宫立足了。皇上，您看他这心虚的样子，定是怕我们搜出什么来啊！皇上，朕这段时日的确对后宫嫔妃没了兴趣，可唯独到了你这儿，就想往床上跑，的确蹊跷。你就让他们搜，若是冤枉了你，朕自会给你自证清白的机会。找到了，陛下。
皇上，在苏昭仪的房间里发现了这个。贱人，你谋害龙体，现在证据就在眼前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皇上，臣妾是冤枉。朕的若曦没有错。楚太医，参见陛下。启禀皇上，这是合欢散，服用后会燥热疯狂，需云雨不歇，直到药效过去，但过量者会暴毙而亡啊！皇后娘娘，你身为后宫之主，这种谋害龙体的罪过速速发落！大胆苏昭仪，以下犯上谋害皇上，乃死罪！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皇上，饶命啊！苏若曦，朕本以为你和其他女子不一样，用12分真心对你，可没想到你竟要朕的命！皇上，臣妾是被陷害的。皇上，主子断然不会做出这等事来，请皇上明察。大胆，证据就在眼前，你还敢狡辩？你们给我打！皇上手下留情。皇上，这合欢散不是苏昭仪的，奴才找到了这个东西。这是何物？幸好我有现代神器录音笔。皇上，这大胆奴才，你是不是被苏昭仪收买了？一个墨块也敢阻挠行刑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一同杖毙！贵妃娘娘恕罪，我从未收过苏昭仪的好处啊。这东西也不是墨块，这东西会什么？你倒是说呀！会说话。一个墨块会说话，这青天白日的，闹鬼了不成？奴才没有说谎，这东西真的会说话。你莫不是要告诉我，这墨块告诉你，苏昭仪是清白的？是。大胆奴才，皇上面前也敢口出狂言！皇上，我看你这奴才就是故意拖延时间，他定是被苏昭仪收买了，才敢挑战您的威严。不如将他一同杖责。皇上，奴才所言句句属实啊！您只要点开那个中间的，就能……皇上，此人疯疯癫癫，实在危险，不如将他拖下去，给我乱棍打死！你就是芙蓉轩的掌事太监张德，去把这包合欢散放在苏昭仪寝殿中。贵妃娘娘，你也知道本宫在后宫的地位，就连皇后都要礼让本宫几分。事成之后，升你做本宫的贴身太监，整个后宫横着走。贵妃娘娘放心，小德子一定把事办好。这是贵妃的事吗？不，皇上，不是臣妾。分明就是你说的话。你当这是聋子吗？小德子何在？皇上，苏昭仪宫里竟有如此诡异之物，一定是他装神弄鬼，想陷害本宫。是谁？是谁在模仿本宫的声音？给我出来！滚出来！这就发疯了，还有更精彩的呢。皇上，此物是臣妾无意中捡到的，一个无足轻重的物件，实在算不得什么证据。皇上，快还给臣妾吧。皇上，苏若曦如此紧张这个东西，莫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贵妃娘娘不要！皇上但凡像对苏贵人那样对本宫，本宫也不至于找温太医暖床。好你个沈荣，竟是这般淫贱荡妇！皇上，听臣妾解释，臣妾没有。皇上，一切都是苏昭仪，是那个贱人搞的鬼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他刚才如此紧张那个东西，定是他动了什么手脚呀！皇上，贵妃娘娘，您怎能以冤报德呢？我家主子是怕你红杏出墙的事情泄露出来，影响皇家颜面才极力阻止的。是你自己不给自己活路，怎能怪我家主子呢？你个贱婢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把他给我拖出去，五马分尸！朕可有五马分尸的人是你。人，来人，把沈贵妃拖下去。皇上，你息怒啊！大理寺之罪，尚且不能只听一面之词，更何况这一面之词
只是来自于一个从未见过的奇怪物件。皇后娘娘说的对，这什么老式字录音笔，不算数的。这皇后有212斤，知道我比沈贵妃更难以掌控，一句话便扭转了沈贵妃的死局。但是不好意思，今日的沈贵妃回天乏术。那朕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传太医问问。没事，温文不会把我供出来的。皇上饶命！臣和贵妃娘娘是清白的，皇上。这温太医好生奇怪，我们还什么都没说呢，他就第一时间撇清和贵妃娘娘的关系。这李美人竟公然针对沈贵妃站在我这边说话。李美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见到本宫失事，便往本宫身上泼脏水吗？皇上，臣在来的路上听说贵妃娘娘今因臣蒙受了不白之冤，所以臣才赶忙澄清了。皇上，请明察。皇上，皇上，温太医近段时日都在太后宫里市集，想必连沈妹妹的面都见不上，这事定是冤枉她了。对，皇上若是不信，可以去查温太医的出诊记录。将温太医的出诊记录呈上来。臣带来了，皇上请过目。这是皇上，出诊记录上记载的清清楚楚，臣和贵妃娘娘是清白的呀。皇上，你这下该相信臣妾了吧？一切都是苏若曦这个贱人搞的鬼，这个贱人在后宫将永无宁日。皇上，赶紧把这个苏昭仪乱棍打死！这是贵妃和……还在等什么？皇上已经被苏若曦气得说不出话来了，赶紧把她给我打死！皇上，朕都已经亲眼所见了，你还敢狡辩？当真是蠢货吗？这是画像，竟能画得如此逼真，这画像真是奇了，宛如亲见。哎呦，这照片可真辣眼睛。苏昭仪，你看，这段时日的摄影大法没白练，我拍的可真好。这对秽乱后宫的贱种，朕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皇上，臣是被逼迫的呀。皇上，是贵妃娘娘她耐不住寂寞，臣也不愿意。皇上，你们已经犯了死罪。来人，温太医拖下去就地斩首。沈贵妃贬为庶人，赐3尺白银。皇上，你看在三皇子的面子上，你就饶了臣妾这一回吧。皇上，三皇子不能没有母妃呀。皇上，想必三皇子不想有你这种武德全失的母妃，还不可拖下去！皇上，饶命！皇上！今日之事，谁也不能传出去半个字，否则教宗。是。皇上，您别气坏身子。乖乖，仅有录音笔和相片佐证，是朕错怪你了。传朕圣旨：苏若曦温良恭谦，进妃位，封熹妃。好一个熹妃！真神女在上，如今我受真神女庇佑，也成了熹妃，但绝无冒犯之意。虽除掉了沈贵妃，但后宫依旧凶险，望真神女继续指点迷津。李美人，我家主子真的有事，不宜打扰。熹妃姐姐，是我呀。这李美人怎么天天往我这里跑？让她进来吧。熹妃姐姐，听说你供奉的真神女十分灵验，我带了画师过来，能否让我也画了，回宫供奉啊？啊？不仅是我，还有张才人、王宝林、孙大爷。别数了，既然你们有这份心，那便画去供奉吧。谢谢熹妃姐姐。
要我说，熹妃姐姐这寝殿也太低调了。皇上赐你宝华宫，你为何不去？本宫听说今年多处有瘟疫，民不聊生，国库都拿去补贴百姓了，还是节俭些好。熹妃姐姐格局之高，妹妹真是望尘莫及啊！难怪皇上独宠姐姐呢。这里有铜古金的神器，我才不搬去北。对了，熹妃姐姐，您这日日人面桃花的，是用了什么胭脂水粉？能赏些给妹妹吗？本宫用的那些都不是寻常之物，不好上手，怕妹妹用了反而掩盖了美貌。妹妹我也不白拿，其他的没有，就是钱多。不知道本宫用的胭脂水粉确实不好上手，但本宫可以手把手教你。主子，这李美人虽说是第一富商的女儿，但自古士农工商，商贾向来不受皇上重视，您为何要帮她？你不懂，这后宫诡谲，单打独斗是不行的，更何况李美人富有，对本宫大有益处。这几天皇后老派人盯着我，她要搞事。李美人这箱金子这么重，少说也能值个100-200万吧，够我买100个针孔摄像头挂皇后宫里。对，就是这个味道。你这个叫什么？螺蛳粉。对，螺蛳粉。自打上回朕吃过后，那是日日都在想，就连上早朝都没什么心思。现在终于又能吃到了。啊，皇上，您现在哪还有九五之尊的样子？讨厌。熹妃娘娘，老奴跟了皇上这么多年，从未见他对吃是这般上心。您一人能抵100个御厨，哦不，1000个。服总管谬赞了，螺蛳粉可是现代鲜品，对你一个没吃过垃圾食品的古代人，还不是手拿把掐？哦，对了，爱妃，上回你说的汉堡和炸鸡，何时做给朕吃？启禀皇上，今日15是皇上与皇后娘娘共进晚膳的日子。皇后娘娘派人来问皇上想吃什么，太后提前准备。朕想吃的，皇后她也准备不了啊！不去，朕以后都要在芙蓉轩用膳。皇帝不是在给我拉仇恨吗？皇后可不好惹。皇上，每逢初一、15，您都要和皇后娘娘共进晚膳。若因臣妾而坏了规矩，臣妾罪名可就大了。可是朕想，皇上不听话，臣妾再也不煮螺蛳粉了。好吧，那朕晚上去皇后那儿便是。你是说，皇上差点因为苏若曦破了初一、15和本宫用膳的规矩？娘娘，那熹妃手段了得，近日更是绑住了皇上的胃。查清楚了没？熹妃到底给皇上吃了什么？这，你倒是快说呀！哎呀，什么？熹妃给皇上吃屎？熹妃竟然给皇上吃屎！大胆！你好歹也是宫里混了几十年的老嬷嬷了，怎能这般戏言？娘娘，老奴并未戏言。咱们在芙蓉轩安插了人，熹妃每日给皇上做饭时，都不让除了彩云和福禄之外的人在场。可咱们的人闻得清清楚楚，那味儿就是屎味儿。皇上竟然有这种癖好，怪不得不允许其他人在场。你起来吧。是。娘娘，老奴突然想起来，
以前有个君王，他就有异食癖，他喜欢吃木头。看来这吃屎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你莫不是想让本宫弄些屎来给皇上吃？堂堂一国之母，怎能如此荒诞？熹妃如日中天，连皇上的异食癖都能被他发现。莫非真的是那位甄娘娘庇佑？什么甄娘娘？就是一位姓甄的神女，熹妃宫里一直供着，听说十分灵验。李美人自从宫了甄神女，美貌直接翻倍。现在甄神女的画像，宫中人手一幅，甚至民间也开始流行起来了。后宫人人都虔诚跪拜着甄嬛的画像，就连街边的小摊儿，甄嬛的画像卖的比财神和门神还要火。一个苏若曦，竟造成如此大的轰动，老奴斗胆说一句，现在后宫众人人人以熹贵妃马首是瞻，哪还把我们凤仪宫的人放在眼里呢？这熹妃看来是该敲打敲打。去，帮我办件事。是。是。娘娘，那屎……既然皇上爱吃，那就准备些吧。是。皇上，是不合您的胃口吗？差远了，这些粗茶淡饭跟熹妃做的相比，差远了。皇上最近是不是喜爱上了些重口味的？莫非皇后这也有？听说皇上爱吃，臣妾便叫人备了些。那还不让人端上来？端上来！您不是喜欢吃这？皇后，你真是好硬！怎么有人敢这样当面羞辱朕？皇上息怒，臣妾原本也不信，但看您在熹妃那……来人！皇后疯了，殿前失仪，朕的口谕，不得出凤仪宫，后宫再由熹妃看管。皇上。娘娘，何事这般好笑？彩云，我问你，螺蛳粉真有那么臭？奇臭无比。上次奴婢吃完，去锦绣宫见了个同乡，他竟怀疑奴婢失禁，当真尴尬。这些人胡说八道，明明那么香。皇后此次遭受重创，甚至连管辖后宫之权都没了，一定会伺机报复。我得赶紧复习一下甄嬛 PK 皇后那几集。这半个月来，皇后那边什么动静都没有。之前监控中说要敲打我，也没见敲打，怎么有些不安呢？娘娘，内务府送来了省亲的礼单，过2日您就可以出宫省亲了。我能见到娘和阿弟了。往年只有1宫之主才有资格，今年娘娘您晋升妃位，也算是衣锦还乡了。夫人和少爷见了一定会很欣慰的。我近来风头太盛，万事要多小心。省亲路上你多打点，宁可多花点银子，也不要出什么意外。奴婢这就去准备。如今你长姐已经是管辖整个后宫的熹妃，你见到她切不可像幼时般莽撞。娘，我知道了。熹妃娘娘到。熹妃娘娘到。
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是谁干的？娘！你们是谁？对我们吃了什么？要怪就怪苏若曦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给你们吃的是剧毒丸，解药这我有，转告苏若曦，她得乖乖失宠，不然你们全都得死。走。皇后，这些陪伴我长大的家人，在你眼中就如同草芥一般，说杀就杀。若曦，好好保全自己。为娘先走一步。娘，不要！你就让我去吧。我若不死，你会一辈子被他掣肘。不行，阿姐，我不想成为别人威胁你的人质，这比我死更难受。你们谁都不许死！要屠我全家，定要让他尝尝剜心刺骨的滋味。熹妃近日表现如何？娘娘，熹妃近日闭门不出，皇上去了几次，都吃了闭门羹，就再也没去了。看来离娘娘您重新掌权后宫不远了。算他识相。熹妃娘娘到。他来做什么？我当然是来恭喜皇后娘娘给我家人下毒威胁，依旧稳坐后位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本宫一个字都听不懂。哼，皇后娘娘不愧是宫斗冠军，那叫一个心狠手辣。我苏府管家的肠子被拉出足有2米长，你却告诉我你听不懂。熹妃家人罹难，想必是失心疯了，快派人送回去。是。苏若曦，你想干什么？本宫是皇后，你想以下犯上不成？皇后娘娘放心，我不会对你做什么。我来就是想问问，这些年你杀人如麻，晚上会不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？还我命来！皇后，想对若曦做什么？我的孩子！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有的孩子？你故意的！《甄嬛传》第71集，甄嬛痛责皇后，皇后彻底下线。我的孩子！你怎么了？我的孩子！皇后娘娘，您就算嫉妒熹妃得宠，也不能残害皇嗣啊！李美人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本宫怎么可能残害皇嗣？他根本就……够了！救人要紧，选太医。属臣无能为力，未能保住熹妃娘娘腹中的皇嗣。这东西，一个孩子都保不住，真要你何用？皇上饶命啊！熹妃娘娘腹部遭受重击，就算寻常人都要受重伤，更何况一个未满3月的孕妇啊！熹妃，你还年轻，孩子总会有的。孩子总会有的。皇后娘娘轻描淡写一句话，就当臣妾的孩子一如草芥吗？是啊，皇后娘娘，后宫子嗣3宝，2皇子早夭，3皇子
因失去沈贵妃这个生母，变得怯懦胆小，只剩下您嫡出的大皇子能帮衬皇上一二。皇后娘娘该不会是害怕熹妃肚子里的孩子威胁大皇子的地位，所以铲除一劫？大胆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敢质问起我这个后宫之主了？那朕呢？朕能否质问你？皇上，苏若曦早就和李美人勾结在了一起，此番定是他们故意陷害臣妾。皇上，定是陷害，熹妃她就没怀孕。熹妃她就没怀孕。皇上，熹妃一直觊觎皇后娘娘的皇后之位，此次便一借假怀孕来陷害皇后娘娘啊！你说熹妃没有怀孕？苏若曦，你原本就没有怀孕，故意演这么一出，想让皇上废了我。熹妃，你到底有没有怀孕？皇上，这都是皇后娘娘为了脱罪准备的说辞。臣妾刚失去了一个孩子，你难道还要在臣妾的伤口上撒盐吗？皇上，别听熹妃狡辩，奴婢带来了证人，他可以证明熹妃没有怀孕。这不是熹妃宫里的宫女春兰吗？春兰，娘娘平日里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陷害娘娘？贱婢，胆敢呵斥本宫的证人，说！启禀皇上，奴婢是实在看不下去熹妃构陷皇后娘娘才出来作证的。熹妃娘娘她根本没有怀孕，奴婢昨日还看见了她的月事带。熹妃，你有何话要说？皇上，他依旧在此处。您是宁可相信皇后一党的空口白言，也不愿意相信臣妾吗？这太医一看就是被你收买了。本宫请求让太医院院亲自验。这太医院院判向来公正不阿，皇后如此底气，莫非熹妃真的是假怀孕？那就宣。皇上，上次沈贵妃一案，臣妾被搜宫也是备受嘲笑，你难道还要把臣妾放在火上烤吗？皇上，熹妃，你百般拖延，莫不是怕？若曦，此番便让院判验一，若是朕真的冤枉，朕许你贵妃之位。宣太医院院判。微臣参见皇上，参见各位娘娘。你速速给熹妃验一验，看看是否有滑胎之象。是。皇上，拿过来。情况如何？皇上，您看他那心虚的样子，还用问吗？他定是假孕欺君。这……难道熹妃真是在骗朕？院判，有什么情况你就直接说，皇上和本宫都在这儿，某人不敢拿你怎么样。回禀皇上，熹妃娘娘的脉象确实不一样。皇上，院判大人作证，熹妃她就是假孕欺君，故意陷害臣妾啊！熹妃娘娘小产之前最少怀了3胞胎啊！院判说她怀，你说什么？3胞胎？熹妃娘娘是色脉，典型的滑胎之脉，这色脉比普通的色脉强上许多。滑胎之前呢，必是多胎呀！不是你，这不可能！熹妃，你用了什么药法？小杜，我想假装怀孕，骗过中医，请问有什么办法？小杜正在深度思考中。最佳答案：服用孕红素。孕红素化学结构等同于孕酮。孕红素，就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孕红素一不小心用多了，变成3胞胎了。你根本不可能怀孕，快说，你到底使用了什么药法？
住口！多子你是祥瑞，你身为皇后，竟亲手把朕的祥瑞饿死腹中，有什么资格当后宫之主？皇上，一定是熹妃，她收买了原判，她怎么可能怀孕呢？皇上，一定是她陷害臣妾啊！臣以全家108口的性命发誓，绝无和熹妃娘娘有私人瓜葛。事到如今，还敢胡乱八咬？皇上，臣妾也敢发誓，臣妾以江氏一族起誓，臣妾真的从未想要过残害熹妃肚子里的孩子啊！还敢提江氏一族？要不是看在江氏一族多年从容有功的份上，早就杀了你。来人，把皇后拖下去，杖30，此生永远禁足凤仪宫。不要啊，皇上！先把她拖下去。不要，皇上！既然如此，臣妾也不再狡辩，但臣妾还有一句话想对熹妃妹妹说。没事的，皇上，想来是皇后娘娘想跟臣妾道歉罢了。熹妃，别以为你斗赢了本宫就万事大吉，别忘了你娘和你弟，本宫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你和你的家人就休想好过。本来还想给你留口气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不留了。你想干什么？苏若曦，你想在本宫宫里干什么？皇后娘娘不是仗着祖先的从容之功，皇上不敢处死你吗？那是自然，就算本宫把你杀了，皇上也不可能处死本宫。那可未必。哪来的畜生！我要冲撞了皇上！来人，快把那畜生给我拿下！皇上，那狗似乎发现了一个密室。密室？福公公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呢？本宫的暖阁怎么可能有密室？皇上，那畜生凶猛无比，你千万不要靠近，容体要紧。皇后，你建这个密室干什么？臣妾只是存放一些闺中之物。皇上，臣妾真的只是存放一些闺中之物而已啊！走。皇上，请过目吧。皇上不要看！到底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不，皇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竟和户部尚书有书信往来，边州巡抚也是你的人，还有御史、甚至朕身边的御前侍卫都是你的人。不是，朕念及前朝恩情，扶你做皇后，你却在背后步步为营，意图谋反。不，臣妾没有，臣妾只不过是在为大皇子谋划而已啊！这还没死呢！竟然还笑得出来！皇上是扶臣妾当了皇后，可皇上可曾多看臣妾一眼？前有沈贵妃独宠后宫，后有熹妃如日中天。若臣妾再不为大皇子谋划，将来只能自取灭亡。勾结前朝重臣不思悔过，还敢口出狂言！来人，传朕圣旨，皇后谋权篡位，大逆不道，褫夺封号，贬为庶人，乱棍打死，
以儆效尤。不，皇上，你不能杀了我！我江氏一族当年有从容之功。所以你江氏一族就居功自傲。活路！再传一道圣旨，查封江氏，连一只虫子都不准放过。本来还想给你留口气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不留了。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！皇上，这都是苏若曦的手段，快杀了他，杀了他！皇上，臣妾害怕。皇后竟然笼络前朝官员，还把往来书信放在密室中。小度，小度，如何不动声色地找出密室中的赃物？最佳答案：搜救犬。这个疯妇，竟还能逼着你谋权篡位不成？给我拖下去！苏若曦，难道你不想要你娘和你弟的命了？这是何意？皇上，他屠了臣妾满门，只留了臣妾的娘和儿子，给他们下了毒，还威胁臣妾不得成宠，否则却要让他们毒发身亡。什么？朕的大夏皇后竟然如此心肠歹毒！那你娘和你阿弟？他阿娘和阿弟中了我的西域奇毒，必死无疑。黄泉之路，我也不再孤单了。可能你又孤单了，他们的毒你解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解药只有我有。那可未必。医生，快！我娘和阿弟中毒了。医生，我娘和阿弟是不是没救了？哭什么？昨天有个吃了1瓶安眠药的都救回来了，你这灌个肠就行。要不是21世纪医术了得，娘和阿弟恐怕要惨遭这丰富的毒手。你心思歹毒，死有余辜。这不可能！这西域奇毒，你如何能解？你是妖女，皇上，她是妖女，不可宠幸，不可！皇上！恶妇！若曦，真是苦了你了。刚经历丧子之痛，又差点失去志气。哦，对了，皇后的西域奇毒，你是如何解的？皇后的西域奇毒，你是如何解的？皇上哪有什么西域奇毒，不过是皇后娘娘吓唬臣妾罢了。她下的毒是苦杏仁而已，臣妾用苦杏树皮煮水给我娘和阿弟喝，毒自然就解了。原来如此。恭喜皇上铲除了皇后这个奸佞祸害，我大夏王朝江山永固。我大夏王朝江山永固。此番铲除皇后一党，功绩全在你。为了弥补你的丧子之痛，朕决定死你所皇上万福金安，熹贵娘娘万福金安。臣妾谢皇上隆恩。各位主子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我们都等半天了，赶紧去换衣服。美女荷官在线发牌。对，我一定要把昨天输掉的都赢回来。还有我，我也要玩。走，赶紧走。3张 K， 李美人，你输了。不玩了，今天运气真差。有谁想玩剧本杀的？我也要玩。你们身为皇上的嫔妃，不想都往皇上面前凑，今天来我宫里算什么？哎呀，皇上哪有你这里好玩啊？是啊。
皇上哪有你这里好玩啊？贵妃娘娘，新的绿头牌已经做好，奴才特来请示，上哪些主子的牌子供皇上挑选？放，哎，不要放我的，我还要玩剧本杀呢。我今天运气好，要留在牌桌上大杀四方。我也不要，我还要玩。我也要玩。你们简直不思进取！贵妃娘娘，我们早就看明白了，你有真娘娘庇护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反正也斗不过你，不如及时享福，多自在啊！是啊，没错。无敌是多么的寂寞。贵妃娘娘，其他主子不去，您去陪陪皇上。近日民间瘟疫横行，皇上烦闷得很。瘟疫？我去看。贵妃娘娘且慢，我听说最近民间动荡，死了好多人。朝臣多次劝谏，让皇上出宫安民，皇上都没同意。想必是害怕染上瘟疫，死在民间。啊！你嘴上没个把门的，这种事怎么能咒皇上呢？贵妃娘娘，李美人说的对，皇上就是怕死，所以才没去。他不会是想叫你去吧？不要啊，贵妃娘娘，你要是死了，这后宫我也待不下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我也是。放心，我不会死的，有真娘娘庇佑，我这条命长着呢。哎呀！皇帝老儿敢叫我贵妃姐姐去死，我跟他没完！跟他没完！皇上，民间瘟疫横行，民不聊生。若皇上再不南下安定民心，只怕是江山难保。大胆，敢助朕的大夏江山，信不信朕杀了你？皇上，消消气，臣妾给您带了甜品。是杨枝甘露，好，朕爱喝。这状元郎小鲜肉啊，只不过脾气大了点。皇上，你在此享乐之前，可曾想过百姓正在遭受天花之苦？您是他们的天子，怎么能弃他们不管不顾？这是天花。陆亦寒，你别以为你是新科状元，朕就不敢杀你。美人，皇上息怒。你说朕能怎么办？朕是天子，总不能弃百姓于不顾，去那瘟疫之地冒险。但如今大皇子失去皇后那个生母，一蹶不振；二皇子痴傻，三皇子有年幼。你说朕该怎么办？好家伙，还真没李美人他们家的对了。皇上想派我去瘟疫之地，倒也不是不能去，不过臣妾愿代皇上效劳。这可是九死一生的差事，你当真愿意？臣妾愿意，只是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臣妾只是一介平民妃子，怕就算去了，也代表不了皇家，安不了民心。这又何难？朕即刻封你为皇后，你以国母之尊出巡，可尽安民心。臣妾接旨。可是娘娘一介女流，娇生惯养，万一在去的路上就岂不成了累赘？陆亦寒，朕已安排国母出巡，你若再敢有意见，那就是以下犯上。皇后娘娘，既然你主动请缨，就请到时候好好待着，不要拖了臣的后腿。还挺傲娇的，看不起我，偏偏我最争气，不就是天花吗？走着瞧。皇后娘娘出巡。福熙，朕不会忘记你对大夏的功劳。等你回来，朕李美人，你们怎的追着朕到这儿来了？等朕回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抛下我们呢？姐姐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
姐姐若是死了，我也绝不独活。朕的后宫是如此和谐了。皇上，几百年了，从未有过如此民心所向的皇后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呀！你们都冷静一点，本宫答应你们，本宫一定会安全回来。真的？当然，本宫福大命大，小小瘟疫手拿把掐。大家好，我们相信姐姐。好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朕怎么觉得朕的爱妃们进来，一个个都容光焕发？许是在皇后娘娘的带领下，心平气和了，自然就气血畅通，容光焕发。若曦帮朕了却瘟疫一事，朕心情大好。你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献上才艺，技高者可获得今夜侍寝机会。是，娘娘们。皇上说了，让你们献艺，技高者今晚有侍寝的机会。皇上，臣妾头疼，就不去献才艺了。皇上，臣妾肚子疼。皇上，臣妾腰疼。臣妾没有才艺。金县县令张有为携家眷恭迎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。免礼。陆大人，张大人，事不宜迟，你快告诉我，现在金县瘟疫情况如何？是陆大人，这边请。你们谈大事不叫本宫。皇后娘娘，当前事态紧急，不是无理取闹的时候。你若觉得无聊，大可出去走走。谁无理取闹了？这场瘟疫没本宫还真解决不了。你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爷，有大批百姓听说皇后娘娘巡访，全都叫嚣着要见皇后娘娘，其中不乏感染瘟疫者。什么？皇后娘娘千金之躯，快来人，和本拦住他们！女人就是麻烦。陆大人，你是不是被女人负过？这么讨厌女人？主子，听说陆大人的未婚妻知道他要来治理瘟疫后，立马退了婚。还真被负过。你保家卫国，侠之大勇，你们女人懂什么？现在身患瘟疫的百姓就在门外，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就赶紧躲起来。本宫不但不躲起来，还要亲自接见百姓。什么？本宫要亲自接见百姓。张大人，开门迎客。皇后娘娘，不可呀！这些百姓受难多日，心里怀恨皇上，是故意想把瘟疫传给您的呀。我知道，但本宫不是为了安抚民心吗？本宫若是躲着，还不如不来。你不怕死？陆大人，你未婚妻怕死也无可厚非，但你不能一竿子打死所有女人。女子也能顶半边天。女子能顶半边天？她胡言乱语说什么呢？陆大人，皇后娘娘非要开门，怎么办啊？开吧，待会儿她要是怕了，你就派人送她到归途。门外的百姓，我来应对。是。皇后娘娘，你久居深宫，根本不知道天花是什么。感染者浑身遍布脓包，十分恐怖。你不必硬挺，他们马上就要进来了。你现在躲起来还来得及。什么能顶半边天？世间女子皆草包。你回来干嘛？这是什么？治理瘟疫第一步，隔离。你别在这里逼逼了，有这功夫，还不如多跟张大夫去多做几个好账。不管得了没得，人手一支，一日一换。你，陆大人，皇后娘娘说的有道理啊。这东西确实比我见过的所有面纱都好，快去制作。是。把瘟疫传给你！把瘟疫传给你！把瘟疫传给你！他没戴口罩，娘娘。娘娘，戴着口罩。陆大人，这些人都携带瘟疫，不可靠近。我家主子让我拿你沾点东西。那他呢？我们娘娘是大富大贵之人，百毒不侵，小小瘟疫根本进不了她的身。胡闹！完了，今天就算不感染瘟疫，也要在此地给皇后陪葬。你家主子都快死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把瘟疫传给你！把瘟疫传给你！把瘟疫传给你！大家安静一下，大家听我说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不会看百姓生灵涂炭的。这天花我能解。你胡说八道！得了天花必死无疑，如何能解？就是，我现在就要传染给你，拿着国母电费，老子死了也值了。我没有骗你们。这样吧，我跟你们说了这么久的话，
该传染的已经被传染了。如果明天我没有瘟疫之状，请大家相信我，我们一起对抗瘟疫，好吗？信他试试。好吧，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暂且信他一回，反正也没啥损失。对，我们明天再来。天鸟，你安民心也没必要把自己逼到这种绝境吧？你今日必得瘟疫，明日如何见他们？放心吧，我打疫苗了。啊？疫苗是何物？你就当我是上天派来拯救瘟疫的百毒不侵的仙女吧。看来今晚要赶紧修书回京，让皇上准备皇后娘娘的后事。也不知道皇后娘娘怎么样了，到现在还没动静，该不会……我已经写了奏折给皇上，让他赶快给皇后娘娘准备丧事。啊，万一皇后娘娘没事呢？怎么可能没事？我承认，她有着寻常女子甚至男子都没有的勇气和胆量，但那可是天花，莽莽撞撞的，真当自己是仙女了？谁在骂我？皇后娘娘，您真没事啊？真没事。怎么盼着我出事啊？微臣从未接触过遇到天花还不被感染的，娘娘绝非凡人呐，有救了！我们大夏百姓有救了！起来吧，我刚刚出去找大夫去了。其实想对付天花也不难，只要我们同心协力把疫苗做出来。周元郎，周元郎，哎，在，臣在。发什么呆？我们现在时间紧，任务重，隔离预防两不死。是，请。你叫我什么？娘娘是娘娘。你们看，我什么事都没有，说明天花并不是无敌的。只要大家相信朝廷，就一定能战胜瘟疫。皇后娘娘真的没事啊，这太神奇了！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皇后娘娘千岁！吾皇万岁万岁！都起来吧。皇后娘娘真厉害啊，才来第2天就平息了民怨。奇怪，陆大人昨日不是对皇后娘娘颇有意思？快把我送进京的奏折拦下来，不要给皇后准备丧事了。来不及了，已经送出去了。姐姐，你怎么能就这么死了呢？我的姐姐，你还没教我们蹦迪呢。爱妃们别哭了，朕也很伤心。但若曦她是为国而死，也算死得体面。朕怎么觉得他们希望死的是朕？皇上，陆亦涵大人又送来了一份奏折。姐姐没死，太好了！耶！李美人，今夜朕……王宝莲，走，搓麻将庆祝一下姐姐没死。走走。皇后娘娘，好消息啊！第一病堂的患者已经明显好转了。太好了，证明我们的方法是对的。接下来就交给师傅。娘娘，主子真是太累了，一日睡不足2个时辰，这是累晕了呀。这次他睡不足5个时辰，不准他出来。你疯了！她可是皇后啊，谁拦得住她呀？现在百姓只信他，如果他倒了，将功亏一篑。你说的有道理，睡5个时辰，不，睡6个时辰。我怎么感觉陆大人比我还忠心呢？疫情终于消失了，这都是皇后娘娘的功劳啊！皇后娘娘活菩萨降世，救了我们全县百姓的命，我们永世感谢皇后娘娘的德。皇后娘娘，我们舍不得你。这都是本宫应该做的。愿大夏民生康泰，长治久安。皇后娘娘，我们舍不得你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臣恭迎皇后娘娘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本宫刚治理完瘟疫，路过贵县，借住一晚，你给我们提供些吃食进来。这皇后娘娘感饿了，还不快去准备？是。
什么动静？看来她就是皇后了。皇帝负罪沉重，害得我家人都饿死了。我们就让他的皇后去陪葬，让皇后陪葬。陪葬！哎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！放肆！胆敢对当今皇后不敬，你们不想活了吗？反正我们这条命迟早都要饿死了，倒不如拉着皇后一起死。对，大不了一起死。对，大不了一起死。赋税沉重，各县赋税都一样，怎么人家金县没事，你们要饿死？难道我们还骗你不成？我爹昨天刚饿死，我祖母也是饿死的。青山县令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中饱私囊了？冤枉啊，娘娘，臣没有，实在是青山县的地质不佳，粮食产量远不如金县，所以常年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啊。你们县如今粮食产量多少？每亩80斤呐，还80斤，怪不得跟不上赋税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这样吧，我方才路过时看到你们县有大量的木薯藤，你们先去挖些木薯充饥。木薯怎么能吃？你是不是想毒死我们？你这皇后好很多。娘娘，木薯真不能吃。谁说不能吃？木薯确实有毒，但是只要制作方法正确，不但能吃，而且特别好吃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信，你就是在骗我们。等我们都去挖木薯了，你就一走了之，根本不会管我们的死活。这样吧，你们分成2拨人，一拨人去挖木薯，另一拨人在这守着我。等木薯做熟了，我第一个吃。主子，不可！哎呀，没事，你们信我。娘娘，你怎么知道木薯能吃？穿越小说里看的，书里看的。我与你们一道去挖木薯。行，信你们一回。大家看，只要像这样剥皮、浸泡、煮熟后，木薯就没有毒，现在可以吃了。我来。你不怕我毒死你？臣信。诸位，皇后娘娘说的没错，这木薯真的没毒，这真的没中毒。好饿。你们吃吧。青山县的百姓们有救了，多谢皇后娘娘。活菩萨呀！皇后娘娘，活菩萨！起来吧。吴县令，这包种子是杂交水稻种子，产量可达1500斤，你好生种出来。什么？1500斤？娘娘，您没说错吧？你不信我？我信呐！昨日全县挖木薯果腹，现在百姓都吃得饱饱的。娘娘可是天降的活菩萨呀！这种子我一定要好好的种出来，到时候第一时间修书上报。那我就在京中等你的好消息了。幸好我早早从县代买了种子，真是派上大用场。百姓粮食产量提高了，就有大批余粮，再也不会饿死了。对了，娘娘。臣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这孩子父母饿死了，陈家中已经收养8个孤儿了，实在养不起了。娘娘，您能不能……多谢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主子，这孩子来历不明，在皇上那边。周元郎，臣在。此次你作为钦差大臣，辅助本宫治理瘟疫，立了大功。回京后，是不是该娶那位未婚妻了？臣不娶妻，文氏之女只能共享乐，不能共患难。臣就算终身不娶，也不娶她。怎么不能按常理出牌？本来我想状元郎成亲后，让他和夫人一起照顾这个孩子的。那你准备何时成亲？臣不成亲。娘娘，你若想把这个孩子交给我，可以直说。臣就算不娶妻，也能照顾好他。真的？臣发誓，就算臣终身不娶，也要照看好这个孩子。哎呀，谁让你发这种誓了？遇到好的还是得娶。不娶，不娶算了，说不过你。皇后娘娘，回去吧，皇后娘娘。
走，快走！皇后娘娘真乃救世活菩萨呀！我要给她建庙宇。活菩萨建庙宇。主子，此次您立了大功，回宫之后，皇上定会重赏您的。最是无情帝王家，他明知此次治理瘟疫九死一生，还是要派我去。我算是明白，为何甄嬛最后要眼睁睁看着皇帝死去了。孩子给我吧。臣不累。对了，这孩子还没名字吧？就叫无忧吧。本宫希望他衣食无忧，万事无忧。无忧，苏无忧，为何要跟我姓？这是娘娘的孩子，臣只是代为收养。状元郎该不会是怕以后的娘子生气吧？行吧，苏无忧就苏无忧，反正我也没有想跟皇帝生孩子的想法，胡同当娘也不错。小希，你终于……皇后姐姐，我想死你了！我也是。好了好了，皇上，放肆！放肆！李美人、王宝玉、孙大爷、张才人，你们是没见过皇后吗？还不给这退下！皇上，她们与臣妾姐妹情深，您就饶了她们吧。瞧他那小气的样儿，你闻见没有？皇上身上一股老男人的味道。把我家大美女的手放开！皇后姐姐，皇上昨晚真是折腾死我了。我对着那张老脸，真是度日如年，恨不得赶紧飞到你这里来打麻将。太可怜了，希望他今晚千万别翻我的牌子啊！皇后娘娘，为了后宫的姐妹们，也为了你自己，赶紧再组织一场选秀吧，让那些秀女去伺候她。也好，后宫是该贴近人。传令下去，即刻准备选秀。是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各位主子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各位主子。这些就是新进的秀女了。是。皇后娘娘好美啊！就那样吧，与我不相上下。你小点声吧，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。怕什么？我迟早是要得宠的，到时候连皇后都要敬我3分。你过来。夏娇娇，皇后娘娘叫你，聋了吗？民女夏娇娇参见皇后娘娘。你方才在说什么？民女自认美貌，不输皇后娘娘。大胆！平日教给你们的这些规矩，都喂到狗肚子里了吗？竟敢如此大逆不道！还不赶快向皇后娘娘磕头认错！民女没错，皇后娘娘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你，皇后娘娘，此女以下犯上，奴婢现在就替皇后娘娘治罪。是该罚，就罚她侍寝吧。什么？你有异议？没有。都退下吧。是。你们看见夏娇娇那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了吗？笑死我了！终于找到爱侍寝的大冤种了，让她得宠，赶紧得宠，这样皇上就不会来打扰我们蹦迪了。好了，好不容易出现夏娇娇这么个愿意争宠的，你们别把人家吓跑。给皇后娘娘和2位姐姐请安。夏常在近日连番侍寝，辛苦了，不必多礼。哎呀，最近皇上也不知怎么的，几次3番的唤我侍寝，怕是冷落了几位姐姐了，实在是对不住啊。怎么办？我忍不住，忍不住也要忍，小心把夏娇娇笑跑了，让你去侍寝啊。哎呦，这不是南海玉镯吗？我问皇上要了好几次，皇上都没给我，看来他还是更疼夏妹妹。她凭什么当皇后？我迟早会取代她。
皇上来了没？来了。哎呀！跟本宫玩手段是吧？皇后娘娘，臣妾这路走得好好的，您为何要推臣妾？哎呦，好痛！在干什么？皇上，皇后娘娘她推臣妾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她推臣妾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知道最近娇娇有点胜券过浓了，但你也不必在大庭广众之下加害臣妾呀。这伤是怎么来的？你把我伤成这样，你却恶人先告状说我加害你，夏娇娇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我没有。夏常在，皇上宠了你几日，你就无法无天了，敢伤害国母？就是，当我们眼睛都是瞎的吗？皇上，你可千万要替皇后娘娘做主啊！现在百姓们都称皇后姐姐为活菩萨，他们要是知道活菩萨受了委屈，怕是要暴乱的。我们后宫太平了这么许久，千万不能做这种不正当的争宠啊！不是这样的。什么不是这样？难道他们说错了不成？夏娇娇，你胆敢以下犯上，来人，活下去！传。皇上，孰能无过呢？想来夏常在会改的，你就饶他一条小命吧。夏娇娇，既然皇后不忍杀你，那朕再给你次机会，若有下次，严惩不贷。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宫斗伎俩，还敢跟皇后姐姐斗？你忘了沈贵妃和前皇后是怎么死的了？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二位姐姐指点迷津。好好侍寝，天天向上，不作就不会死啊！这珍珠奶茶真乃世间仙品，珍珠又糯又 Q， 太好喝了。我还是更喜欢这杯生椰拿铁，这才是仙品。珍珠奶茶，生椰拿铁，珍珠奶茶，生椰拿铁，珍珠奶茶。再吵滚出去！新品不让你们喝了。还有新品？皇后姐姐，快拿出来啊！我已经等不及了。福总管来了，可是皇上有何吩咐？奴才参见皇后娘娘。昨日夏常在害皇后娘娘受伤，奴才特地来送药的。劳烦福总管了。这是应当的。娘娘乃万金之躯，本来皇上想亲自来看看的，奈何北荣王子突然来访，皇上分身乏术啊。近日北荣和我国边境紧张非常，北荣王子突然来访，是不怀好意吧？娘娘果然聪慧，老奴也就不妨直说了。北荣王子色烈带了3大高手过来，扬言要比武，赢了要咱大夏10座城池呢。什么？北荣国全民皆武，单打独斗，我大夏如何能胜？皇上已经召集了镇国大将军的武将，这会儿正在演武场跟他们决斗呢。完了完了，这10座城池一割，我大夏处境更加凶险，怕是……皇后姐姐，看来我们的好日子不多了，接下来就及时行乐吧。胡说什么？大夏不能割让城池，更不会亡国。可是我大夏连3个高手都凑不齐啊！齐不齐就我上。你？皇后娘娘驾到！没想到大夏竟然还有如此美人，大夏皇帝，你艳福不浅呐！大胆色厉，在我大夏国土，胆敢轻薄我大夏皇后！等本王拿下你们10座城池，皇后岂不是任由本王摆动？住口！比试还未开始，你怎么知道一定会赢？
这位是我们北戎边城大将陈当，一把长枪使得出神入化，能以一敌百。这位是我们北戎第一勇士吴勇，骁勇善战，未逢敌手。这位曾一人斩杀你们大夏3000勇士，人称万人屠的张莽。一个陈当就已经很难对付了，更何况这是第一勇者和万人屠啊！看来这10座城池他们是要定了。怎么样，你们谁敢与我北戎高手一战？啊！谁能打败他们，朕重重有赏。懦夫！老夫平日是怎么教你们的？难怪北戎王子敢明目张胆的来比武要城池，大夏军中竟然无人。老夫老了，不惧生死，希望能与3大高手交流交流。老匹夫，我赤手空拳和你打，到时候输了，可别说我胜之不武，欺负老人呐！猖狂小儿，看剑！住手！好啊，不愧是新科文武双壮。罗爱卿，替朕打败这个陈当。是。好，罗爱卿，要。陆亦寒固然厉害，但北戎剩下的2个人看起来都不好对付。传闻大夏有一位文武双全的状元郎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就让在下与状元郎接触接触。住手！暗器伤人，胜之不武。又没说不能使用暗器。你就是啊，难道在战场之上还能限制敌人使用暗器不成？输了就是输了。怎么输了？紧张啊？皇后娘娘如果不愿意割让10座城池，那也没关系，只要嫁给朕的皇后也是你能调戏的。可惜到朕这儿了。娘娘，你退后，我还能打。都这样了，还怎么战？来人，俘虏大人下去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哈哈哈哈哈！还有谁敢与我一战？连状元郎都受伤了，这下完了。今天10座城池，明天8座，大夏要完了。看来你们大夏真是一群草包，竟然没人敢出战，那就赶紧把10座城池割让给。谁说没有人了？我这么大个人站在这，你是不是瞎？我作为大夏子民，愿和你一战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大夏是没人了吗？竟然派一介女流与我比武！皇后娘娘这小胳膊小腿儿，我这2根手指就能掰断。哈哈，可惜，在干什么？他们可都是杀人如麻的魔头，还不快退下！皇上，莫非你也不信臣妾吗？真没有，
这只是……现如今已经找不出高手来比武了，何不让臣妾来试试？这成何体统？这该如何是好？这皇后娘娘怎么可能打得过吴勇？莫不是要殒命在此？木薯确实有毒，但是只要制作方法正确，不但能吃，而且特别好吃。吴县令，这包种子是杂交水稻种子，产量可达1500斤。皇后娘娘一定会赢。什么？陆大人，你开什么玩笑？皇后娘娘自小长在闺阁当中，从未舞刀弄剑过，这怎么赢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相信她。该不会是被打伤了脑子吧？大夏皇后，我是个怜香惜玉之人，你现在给我跪下来，那我待会儿可以饶你一命，如何？这句话我同样送给你。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待会儿我可以饶你。好，既然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哎，等等，怎么怕了？怕是不可能怕的，我就是想确认一下，使用暗器是可以的，是吧？当然。那就好。那是何物？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什么玩意儿？我不是来搞笑的吧？你别看他平平无奇，他能百步之外伤人性命。百步开外，你当我是猪吗？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厉害的武器。对啊，怎么可能啊？大夏皇后，你分明就是在拖延时间，毫无意义啊！何不痛快点，交出这座城池，免得在我面前羞辱。谁受辱还不一定呢。皇后，快退下，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皇上，您就信臣妾一回。你的皇后非要如此，那就别怪我恃强凌弱了。吴勇，下手轻点儿，皇后可是个大美人，打死了可惜呀。开始吧。好，既然你不领情，那就不仁慈了。念你人间女流，我就让你3招。不用。苏若曦，既然你不听朕的话，又有损皇家颜面，就别怪朕废了你。3招不够啊，那就5招，赶紧的，大王割地。吴勇，不要再调戏皇后了，赶紧起来啊！吴勇，死了！此物果然强，幸好我从现在带来。我没看错吧？皇后娘娘那么一下，吴勇就死了。皇后娘娘，这是何物啊？怎会如此厉害？朕没有老眼昏花吧？皇上，您没看错，皇后娘娘真的打败了吴勇，打败了北戎第一勇士。好啊，没用的东西！大夏皇后，这次是你运气好，才侥幸赢了我一回。接下来，北戎就要动真格的了。张莽，杀了我北戎第一勇士，我要替他报仇，将你碎尸万段！完了完了，万人屠凶猛起来了！皇后娘娘性命不保啊！皇后娘娘是侥幸赢了吴勇，但绝不可能赢万人屠。皇后，你放心与他一战，就算输了，我们也不亏。朕复葬。这种力气，就算来10个万人屠也不会放心。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我的耳朵，我的耳朵！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可是万人屠啊！娘娘竟然打败了万人屠！皇后赢了，大夏我赢了！王子，
他那武器非常厉害，我拼了命才偏离1寸，不然也会像吴勇一样立即丧命啊！皇后娘娘，你那武器是什么？可否让本王看一看啊？不行。若曦，大夏有你这个皇后，是大夏的荣幸，当赏。轰！谢皇上。突然拜访夏国，逼迫我夏国武将比试，这笔账朕不可以算。现在立刻滚出我大夏国境！司令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大夏皇帝好福气呀，竟然娶了一个如此知书达理的皇后。本王想要你的皇后。妄死！朕看你是想死。哎，先不要着急动气，不如听听本王的条件，再考虑不迟。不管你提出任何条件，朕都不会给皇后。本王将云城13州还给大夏。什么？13州是祖先战败之地，若是拿了回来，朕岂不是千古一帝？怎么样？本王的条件是否够诚意啊？你，皇上，若我们大夏皇后都守护不了，何以守大夏江山？请三思，请皇上三思。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！北戎大军压境了，我军快抵挡不住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会不会是？皇上，臣妾就不明白了，您为何不同意把皇后娘娘给那北戎王子呢？他答应用云城13州交换，那可是极好的买卖呀。朕本来也是这么打算，让皇后治理瘟疫武功，加上帮助百姓种出了高产的水稻。现在民间的声望和朕不相上下，还要给人私建庙宇，再加上陆亦凡守护皇后、守护大夏江山火力，朕不能这么做。可是，若不交出皇后，北戎便不会善罢甘休。如今大军压境，大夏土崩瓦解是迟早的，还是要早做打算呀。这皇后送也不是，不送也不是，烦死了！你来了。皇后娘娘真是好本事，演武场一战，令色列念念不忘，不惜出兵讨要。按照夏常在的意思，本宫演武场一战，不但没有功劳，反而成了陷大夏于险境的罪臣。皇上，你看他。皇后，娇娇虽然不会说话，但北戎大军压境也是事实。要不，皇上，你该不会是想让我主动嫁给色列吧？难道不应该吗？只要你嫁了，大夏就安全了。民间不是都说你是活菩萨吗？牺牲一下怎么了？皇上，你也这么想？果然最是无情帝王家。幸好我只是把他当成上位的工具，并没有非常好。嫁是不可能嫁的。滚回你的夫人宫，看着都烦。我要带兵抗敌。什么？你疯了！竟然要领兵打仗？臣妾没疯，要么嫁，要么战。臣妾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可是北戎大军凶残，你上次只是侥幸打败吴勇和张猛，面对上北戎大军，你只有送人头的份。那就送吧，反正待在宫中也是惹皇上烦。朕没有嫌你烦的意思，只可惜我大夏如今人人自危，没有将领敢硬刚北戎，你只能孤身领兵前往。镇国大将军杨丽
状元郎陆亦寒求见。皇上，臣愿随皇后娘娘共击北戎。臣也愿意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，这可是九死一生的战场。臣已年过花甲，若能为国捐躯，也算死得其所。臣已跟随娘娘经历过瘟疫的九死一生，也不在乎多这一遭。多谢二位，本宫会尽力护你们周全。好，那朕就封皇后为北征大元帅，封杨丽和陆亦寒为副帅。是。皇上，出征前，臣妾还要调动军器坊的师傅，打造一些实用的武器。尽管调。这些武器试验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吵，希望皇上无论听到什么动静，都不要叫人。不介意，不介意。只要皇后能平息了色列的大军，朕什么都赢。不知皇后娘娘打算制造什么武器，臣也来帮忙。一硫二硝三木炭。怎么塌了？皇上，您没事吧？臣妾只是被外面的声响吓到了。福禄，进来。奴才在。皇后在外面搞什么？这都碰了第3回了。回皇上，奴才只知道皇后娘娘画了张很奇怪的图纸，现在所有军器库的师傅都在造那个奇怪的武器，据说威力很大。再大也打不过别人。算了，送不去了。反正他上了战场，怕是没命回来。皇上，没准儿皇后娘娘能行。你不是一直跟皇后不对付？莫非你也跟李美人一样，只爱皇后不爱朕？哪有？臣妾只是觉得皇后娘娘主动请缨上战场的样子很有气概。不过臣妾更爱皇上，皇上是天子，更有气概。所以皇后娘娘这次是莽撞送死呢，还是厉兵秣马？我们先到青州，再到雍州，最后再到漠北城，截断他们的粮草，把他们赶回漠北。娘娘当真是谋略奇才。反欺我们大夏，明日定要占了北戎。现在，哈哈哈哈！大美人儿，这么着急跑来前线，是不是想本王了呀？闭嘴！大夏皇后容不得你言语轻薄。本王不但要言语轻薄，等本王攻下这座城池，定要就地侮辱皇后。你这就替皇后娘娘斩了你！陆大人，追了！奇怪，陆亦寒向来稳重，怎么被色烈2、3句话给激怒了？不按，按照原计划进行。是。小美人儿，你们大夏皇帝还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呀，竟然把你送来前线。不如就跟了本王吧，本王发誓一定会好好疼爱你的啊！色烈，你知道我为何宁愿上战场，也不愿嫁给你啊？为何呀？因为你太丑了，猪狗都看着比你面目清秀。竟然骂本王猪狗不如，简直岂有此理！等本王攻下城池，定会好好跟你算这笔账。云梯准备，这可是我们北戎最先进的攻城云梯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便要踏平你们城池。先进？你也敢跟本宫提先进？炸弹准备。是。危险！皇后，你那么仇视我干什么？我只是想问问你们皇后，你那武器到底是什么？威力竟然如此之大，竟然在半个时辰之内让我北戎溃不成军。
本宫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敌国手下败将？好，不愧是本王看中的女子，有魄力。再敢出言不逊，现在就杀了！不敢了。色烈，我可以放你回去。真的？娘娘，但你回去后必须把我们云城13州还给我们大夏。我人都回去了，凭什么把云城13州还给你？你当我傻呀？你若不还，我便带着炸药来抢。你觉得我能不能抢回来？没想到我强大的北戎将人，竟然败给一个女人。本皇子认了。皇上，前线传来战报，是不是惨败？这个若曦非要去送死，朕早就知道会有这一日。算了，赶快给他办后事吧。不是啊，皇上，皇后娘娘不仅大胜北戎，而且还把大夏失去30年的云城13州给夺回来了。什么？皇后娘娘真乃救世活菩萨呀！这次要不是皇后娘娘，大夏危矣。皇后不仅能治疗瘟疫，还能解决饥荒，前后重创北戎军队和北戎高手，更是把失去30年的云城13州拿了回来，真乃是千古一后啊！朕只听过千古一帝，何时出了个千古一后？皇后娘娘果真英姿飒爽，不愧是打败了北戎的女人。何时这般欣赏皇后？不过皇后跟皇上相比，还是有些差距。这还差？一个面对强敌勇于出征，一个却躲在房屋里保密，确实差距有点大。我现在有些理解李美人他们了。皇后娘娘辛苦了，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，中卿免礼。如今她这么大的排场，就是父皇也比不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女帝。大皇子，你小点声吧，皇上听到又该罚您了。大皇子，前皇后的儿子。大皇子若有异议，那下次出征你胜。你愈发眼高于顶了。皇后的确有丰功伟绩，说你2句你就忍着。苏若曦膝下无子，都敢对本皇子如此猖狂，以后若是有了儿子，本皇子哪还有容身之所？无忧刚抱来的时候瘦骨嶙峋，现在白白胖胖的，状元郎养得真好。状元郎多次跟着皇后姐姐出生入死，他该不会是爱上姐姐了吧？你嘴上没个把门的，这种话也敢乱说？我们可都是皇上的嫔妃。要我说，姐姐比那老头更适合当皇帝。您做的那些事儿，老头8辈子都比不上。就是，反正现在小孩也有了，不如我们反了。再敢乱说，以后都不准来我宫里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回去早点休息吧。你们也都回去。今日本宫得了个新玩意儿，要试试。姐姐又有什么新玩意儿？给妹妹长眼呗。我也要看。玩你们的去，这个不给看。听说现代用这个打仗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哇，视野真好。这是他怎么在杀皇城守卫？不好，大皇子要造反！所有人杀进去！守城的人安排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殿下，这次换成了咱们自己的人，万无一失。这会儿皇帝老儿正准备翻牌子呢，毫无防备。只等天黑了，您冲进去，咱们就能改朝换代了。很好。对了，苏若曦那贱人的人头给本殿留着，本殿要亲手把她活剐了。是，殿下。哦不，
陛下，父皇，你别怪儿子心狠手辣。若不是你宠幸苏若曦，我母后一族也不至于惨死。现在苏氏强大，我已无依无靠，唯有殊死一搏。今夜斩杀妖妃，继任大统。大胆大皇子，你御前兵器见血，想造反不成？没错，我就是反了。很好，你这个贱人也在这儿，也省得我往后宫再跑一趟。全杀了，我以后报仇。等等，这妖妃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我告诉你，后宫那些争宠的把戏已经没用了，今日必死无疑。你可认得这个？这什么玩意儿？那日色烈强制与我大夏比试，妄想侵占我大夏10座城池，本宫就是靠这把手枪赢了比试。你那日不在，不知这手枪的厉害与正常，本宫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即刻投降，认罪伏法。一个小玩意儿能有我这把剑厉害？休想吓唬我！本宫一个枪子下去，你就得见阎王。再敢口出狂言，切碎了你喂狗！大皇子，后勾结前朝重臣，明显包藏祸心，私故何必误入歧途？是啊，大皇子，你现在放下屠刀，改过自新，皇上可以饶你不死。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是你迟迟不立太子，你早立我为储君，我以后也不会冒险去拉拢朝臣。这逆子，自己亲属不为起朕来，庆幸当初没有立你为太子。无所谓啊，等我杀了你，整个江山都是我的。你当真这么有信心？那当然，外面都是我的人，束手就擒吧。听到了吗？你们已经孤立无援，我的人已经杀进来了。怎么样了？右军是不是消灭了？皇上，请恕微臣救驾来迟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禁卫军明明已经被支开了，怎么可能会调回来？若不是皇后今日出门散步发现异样，还真要命丧于你这逆子手里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没有露出任何破绽。不好，大皇子要造反，我得赶紧通知皇上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来人，这乱臣贼子拿下！好，对朕的情谊果然无人能及，竟到了舍命相救的地步。议事那个花花世界好玩的太多，我还没玩够，不想死，纯属狡猾。皇上是臣妾的天，是黎民百姓的天，这都是臣妾应该做的。够了！这对狗男女闭嘴！出去，杀了这妖妃！我皇帝，我要杀了你的宠妃，才笑得出来。宠妃，朕早就想除掉你，可真是我的好。什么？你想除掉我？皇上，我为你多次犯险，你居然想除掉我？谁让你当初乱出风头？军中和百姓的威望早已超过了朕，朕怎么可能放任这个心腹大患存在？我为你积民怨，平战乱，你不为我歌功颂德就算了，你竟然把我当成心腹大患，我没有想到你是这种心胸狭隘、以德报怨的君王。是有这样，一个女人好好在宫里头待着，偏偏要在前朝摆弄风雨。若不是我，你已经是色烈的阶下囚了。朕不在乎，宫前一个字都不要听。好，那你想过没有？你若把我害死，北戎军队会立刻卷土重来，你守得住吗？这样厉害，陆亦凡你能守得住，朕也能守得住。你真的不管这个妖妃了？来人，大皇子拿下！可是皇后，不要管皇后的死活。
算我死了，我也要拉个垫背的。自相残杀吧，两个人都死的最好。苏若曦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天子！大夏在你手中，瘟疫饥荒不断，军队战力不足，你不想着如何治理，却想置功臣于死地，你怎配为天子？大胆！这是一国之君，岂容你之悔？来人，给他拿下！我老家是金县的，这次瘟疫若没有皇后娘娘，我家人必死无疑。我不去。我老家是青山县的，若不是皇后娘娘，我家祖祖辈辈都要饿死。我也不去。我大哥在军中说，皇后娘娘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好人，我也不去。不能捉拿皇后娘娘，不能！你连朕的话都不听了吗？这是抗旨！抗旨就抗旨吧，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能对皇后娘娘不敬。对皇后娘娘不敬，是会被天打雷劈的。你们，皇上、皇后娘娘，你们这是？庄爱卿，你来的正好。皇后她忤逆犯上，一同谋反，快帮朕把她拿下！我没有。即使你再难，这群朝臣都有我，能容得下一个谋反的逆贼？皇后娘娘，您终于反了，臣等这一天很久了。臣等这一天很久了。你们不要这样，我没有想真的谋反。那就现在想，立刻想。对，皇后娘娘反了他娘的！你想干什么？你们想跟苏若曦一起当乱臣贼子吗？若是皇后娘娘反他一回又如何？跟着皇后娘娘一起反了！李涵，你不是一向就瞧不起女子之灵吗？这次怎么也……是我孤陋寡闻，现已完全改观。皇后娘娘实乃女中豪杰，即便粉身碎骨，我也愿意跟着她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危险！陆亦涵，快闪开！这可是真枪实弹，会死掉的。臣说了，就算粉身碎骨，也要跟着娘娘。皇上驾崩了！啊！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恭迎女帝登基！恭迎女帝登基！现在都已经是自由身了，怎么还天天在宫中待着？我要一辈子陪在陛下身边。他都不走，我们也不走。我偏不走，我慕强，我要跟啊！就跟这世上最强大的人。你拿着什么呢？陛下，我按照你的秘方做了披萨，你尝尝如何？不错不错，跟毕生家的很像。拿些给无忧吃吧，他在学堂读书，应该也累了。我们可以骑电动车去吗？行吧，慢点骑。自从有了电动车后，一点点路都要骑电动车。杨丽，杨大人到；陆亦涵，陆大人到。陛下，好消息，运河通了，这下不但能南水北调，还解决了运输问题，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啊！还有西部黄丹，按照陛下的办法，已全部解决。甚好，你们都辛苦了。这5年来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现在唯一有一件事，臣很担心。什么事？后宫空虚之事。怎么又提这个？臣已拟好了备选之人，请陛下过目。这儿说了不选皇夫。陆青，你怎么在这上面？臣
愿为陛下洗手做羹汤。臣，哎，陛下，您别跑！